我们今天将要继续进行的是2人组的 PK 对战。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们邀请了一位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朋友来做开场表演。这位朋友呢，这次的身份变了，不是参赛的选手了。他的身份是编剧老师。唯一不变的是他对这个舞台的长情陪伴。让我们掌声欢迎袅袅。大家好，我是袅袅。谢谢。谢谢，陈科老师，是的，我还活着，是的，我今年不比赛，我今年在这个节目当总编剧。谢谢，我一开始也非常兴奋，觉得自己终于舔猎领头羊，是吧？后来发现活儿真的很多，工作时间也很长，所以其实是领头驴。其实我当总编剧也很惶恐，因为我们要给演员提建议，但舞台效果真的很难预测，所以我经常感觉自己在冒充一个老师，就是给的答案都非常模糊，就是这个题按道理应该选 B， 但如果观众没接就选 C。实在不行就选 D， 如果自己讲顺了的话选 A 也行。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文本型演员，有时候读到漫才还要冒昧的指导人家表演。就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表演的劲儿再收的小一点呢？有想过完全不加表演吗？有想过当文本型演员吗？当然我知道我能当总编剧，一方面离不开自己的努力，另一方面离不开跳槽的杨笠。就如果不是离开的同事那么有能力，公司也发现不了我的潜力。押韵了，是的，脱口秀的技巧也越来越好预测了，我甚至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素材库，是吧？三国、水浒、西游记、哈利波特、甄嬛传、鲁迅、杜甫、马斯克、资本甲方特朗普。就其实演员写这种段子的时候也不想这样，没有演员写的时候觉得我真是个聪明的9年义务教育接受者，但写着写着就是这些了。因为观众现在看东西也很杂，我们举例子很难举到一个大家都看过的文艺作品了。有人心里想，那好东西呢？哪吒呢？看这俩都不是一拨人。其实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上网，我也已经能看出一些趋势了。我就感觉现在互联网上很少原创，很多解读、整活、评价，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影视区民生凋敝，评论区文艺复兴。就网友真的就网友真的很聪明，有一些评论非常精妙，比如这一条：打开美团点闪购，这才是年轻人的购物方式。也是我们演员的生存方式。我经常吃电子榨菜，有能力的时候自己也造一些。大家互为电子榨菜，一点主食不吃。综艺本身已经是榨菜了，还要看博主解析，还要给综艺剪 cut， 给榨菜榨汁儿。你乍一听可能觉得无聊，但真的很容易看进去。可能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榨汁别人吧，可能。相比自己表达，我更喜欢听别人说话。我喜欢看那种博主，就是他把我已经知道的道理对着镜头咆哮出来，然后评论区纷纷表示赞同，这让我觉得自己正常，世界正常。但评论区只要有一个人反对，我就已经开始生气了。但下面折叠着300条回复，我又很欣慰，有人替我劝他。互联网就是容易让人情绪起伏，我经常上着热血沸腾，说我要学辩论，过了一会儿冷静下来，又觉得可能还是应该先学法律，在后面完全回归现实，觉得我还是先学武术吧。
反正会说脱口秀是一点用都没有，可以这么说，没有什么问题是一段脱口秀解决得了的。所以我今年没有参加比赛啊，虽然有时候也有感触，但总觉得说出来也没有用，反倒对自己很有害，是吧？同意你的朋友说你是嘴替，但反对你的人会说你偏激；但同意你的人只会同意你的观点，但反对你的人会攻击你的父母。你的长相，你存在的权利，就你以为你有时候只是信口开河，但有的人真的在开河。所以我现在是世界的旁观者，是吧？谁也别问我意见，谁也别让我评理，我不了解，都不容易，凑合活呗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朋友问我任何意见，我都两边赞成。我要分手支持，但我还爱他理解。他总 PUA 我，可怜，我又给他织了个新围巾，漂亮。就我曾经觉得脱口秀演员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，因为有表达就有共鸣，有共鸣就不再孤独，不孤独就不再想死。但我没有想到，有表达就有反对，一反对就会挨骂，一挨骂我就想死，一想死还挺有共鸣的。但我觉得脱口秀对我的影响是我更能听别人抱怨了。以前我觉得提意见的人事儿多，是吧？为什么别人都能忍，就你不能忍？但我现在觉得有时候社会发展需要大家都来提意见，不然别人要怎么知道我生活里的困难呢？我要等别人来猜嘛。就你生气了，我没生气。那你为什么不工作、不结婚、也不生孩子？反正我没生气。我问朋友该怎么办，我说我想转行，他说支持。我说我又很舍不得，他说理解。我们总是挨骂，可怜。我又写了个新段子，漂亮。当然我还是觉得脱口秀特别好，脱口秀可以给人带来快乐，也可以让人表达自己，但不比赛可以让人更好的表达自己。现在我表达完了，希望大家也不要太认真，毕竟这只是一些鸟语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鸟鸟。再次感谢鸟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脱口秀开场表演。厉害！鸟鸟，我多问一句，就是做开场的表演和参赛哪个会更紧张？还是参赛紧张一些，因为开场如果开好了，观众就很开心；如果开不好，观众就会盼着下一位演员上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他的脱口秀，虽然之前是在屏幕上看过，但是我觉得现场看还是不一样，就现场看太过瘾了。然后他刚刚在他的这个段子里面讲的那些东西，我其实也有很多的共鸣。当别人对你有批评、有意见的时候，可能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我会憋着。然后因为我觉得去辩解可能没什么意思，可能我会把它积累成一个素材，然后通过自己的音乐再去表达出来。我不知道鸟鸟是不是这样。哦，对，我觉得确实。鸟鸟的音乐是什么呀？对，我也在学音乐。我要飞得更高。不，我是说我是音乐嘛，他是他的载体嘛。对，我觉得确实脱口秀比较好的就是，你有什么负能量是吧？消极的感觉，然后你可以在舞台上发泄出来。但有时候确实也是憋不住。我觉得我们是那种职场型艺术。就是有时候人确实需要发泄。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鸟鸟老师，因为我已经感受到了他急于离开那个舞台的这种迫切。活儿结束了啊！鸟鸟从他结束了表演到此时此刻他坐下，我看到了他拔腿就要往台下走的这种动作的设定啊。鸟鸟刚才说了，在互联网上遇到自己相悖的观点，他的那个状态，最后通向一条路就是想死啊。鲁豫，你如果在网上看到和自己相悖的观点，在你底下评论这一堆流，你会怎么样？很多年前，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事儿，太逗了。当时做一个国际突发大事件的一个直播，然后我们当时我所在的媒体把网上所有的留言给我打印下来，我就看。人是这样的，夸你的100条，你看完你很高兴，但过去了。有一条可能是骂你的，你就会记住，他是从你的观点认为你的观点不对。
当年的人很淳朴，他留下自己真实的姓名、地址、电话号码，而且是家里的电话号码。碰巧那天我在香港，香港刮台风不能上班，我就拨了那个电话。我说：“喂，您是黄某某先生吗？我是陈鲁豫。”我刚要说我对你的态度表示不赞同，我不认为这样，他就开始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你。”对，是这样的，绝对是这样的。然后那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在于在网上彼此不管如何的发出一些不理性的声音，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。当你能够听到那个人、看到那个人、触碰到那个人的时候，人是有温度的啊。然后我就一直对他们家那天进行的打扰，我表示很歉意。我觉得特别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。袅袅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，有脱口秀，有表达欲的时候脱口秀。鲁豫会打电话去约人家。大老师你呢？刚才袅袅说那个，他有时候碰见一些，比如别人的抱怨的时候，他会用他的智慧去这个回答呀，说真棒什么什么类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也就是说会点谐音梗是吧？然后那个前一阵碰见一个我一朋友，就是他要离婚，然后他就一直说他们家人都不让他离，他爸爸也不让他离，他朋友不让他离，他问我怎么办？我说你去找孔融啊，因为孔融让离啊。就这样而已啊。然后就差不多了啊，就这样过去了啊。我很后悔问了你这个问题啊，可能就会点东西啊，没别的啊。对，来吧。说到袅袅，我当时还有一个话特别想说，但张绍刚这家伙没有给我留那个气口去说，而且他问了所有的人，袅袅演完了，没有问我。来吧，我们准备开始比赛吧。所以我想表白的都没有表白成，借这个机会说一下，就是我觉得如果中国只能保留一个脱口秀演员，这个让我来决定的话，他就是袅袅。如果袅袅犹豫，没有想好要不要做这个，以至于他没有想好，那我就希望这个位置永远空着，等着他想好了再回来。我们准备开始比赛吧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再次的对我们编剧团的老师表示欢迎和感谢。程璐老师、海源老师、袅袅老师、三弟老师。坐在他们身后的是来自全国各个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，欢迎各位，以及欢迎来到现场的所有的脱口秀的好朋友们，欢迎大家。